大家肯定都听过文艺复兴这个词儿，达尔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文艺复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极其核心的问题？在那个被天主教会用恐怖和洗脑统治了上千年的黑暗中世纪，老百姓连字都不识几个，天天活在怕下地狱的恐惧中，这种自由奔放歌颂人性的思想到底是怎么凭空蹦出来的？今天咱们就跟着姜教授的文明史的系列课，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来破解这个历史谜团。姜教授会告诉你，文艺复兴根本不是自然发生的，他是一个极其天才的人，用一首诗像黑客植入木马病毒一样，偷偷黑进了天主教会的最核心系统，完成了一场兵不血刃的伟大革命。在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我在几个月前失业，并开展了30天失业 Vlog 的挑战。正是这30天不间断的日更长视频，让我达到了1000订阅者的阶段。我发现95%的观看者并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您能花1秒钟点赞并订阅，就能帮助我持续为大家输出。在揭晓这位终极黑客之前咱们先来看看现在主流的历史学家是怎么解释文艺复兴起源的。教科书上一般会说，这叫完美的风暴，是各种历史巧合凑到了一起。这就好比你要生火，得有各种木柴和东风。第一块木柴是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土耳其人打过来了，那边的大批顶尖学者吓得赶紧跑路，带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绝版经典古籍逃回了欧洲。第二块木柴是十字军东征和奴隶贸易。威尼斯、热那亚这帮商人不仅跟穆斯林做生意，还把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先进文化和书籍带回了欧洲。第三块木柴是意大利的内卷。当时的意大利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裂成一个个城邦，比如费罗伦萨、威尼斯，大家天天明争暗斗，这就形成了开放的合作与竞争，逼着大家搞创新。第四块木柴是大金主的出现。佛罗伦萨有个超级土豪家族叫美第奇，他们是靠开银行、放高利贷起家的，穷的只剩下钱了。但问题是，在中世纪，你的权力要么是靠在战场上砍人砍出来的贵族，要么是上帝给的神父。你一个商人凭什么当老大？美第奇家族为了洗白自己获得合法性，就开始疯狂砸钱搞文化，包养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些顶级艺术家，把佛罗伦萨打造成了欧洲的文化首都。最后加上一阵东风，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术，让知识瞬间平民化，书不再是贵族专享的奢侈品了。听起来很完美，对吧？柴火、汽油、风都有了。但是你柴火堆得再高，没有那个火星子，火是烧不起来的。如果你去查一下文艺复兴时期所有那些伟大人物，达芬奇、拉斐尔、马基亚维利等的出生年份，最早出生的那个人是在1265年，他叫但丁。姜教授断言，没有但丁和他那本神曲，文艺复兴这场结合了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智力大爆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为了让你明白但丁到底干了一件多牛的事儿，咱们得先看他面临的大反派有多可怕。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被一种叫做中世纪神学的操作系统控制着。这个系统的核心代码是一个叫奥古斯丁的神学家写进去的。奥古斯丁的理论简直就是给全欧洲人戴上了一个死死的紧箍咒。奥古斯丁告诉大家，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自己，你们的心里住着恶魔。为什么呢？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当初上帝在伊甸园里养着人类，但人类太傲慢了，居然想偷吃智慧果，想变得跟上帝一样牛，这就是人类的原罪。你们的傲慢和自爱跟当年堕落的魔鬼撒旦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天使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所以是完美的。而你们人类是用什么造的？是用尘土造的，是用虚无造的，所以你们天生就是有缺陷的垃圾。在这个理论下，人们活着唯一的意义就是自我否定。奥古斯丁警告老百姓，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直觉，不要用你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相信你对别人的爱。当年亚当为什么吃禁果？就是因为他太爱夏娃了。所以爱只会误导你，让你走上邪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当上帝的奴隶，无条件的服从从天主教会的安排，这样你死后才有可能进天堂。小伙伴们，你想想，如果整个社会的底层逻辑是我是一滩烂泥，我不配思考，我不能爱别人，这个社会能有创造力吗？绝对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那几百年里停滞不前，死气沉沉，被隔壁的伊斯兰世界按在地上疯狂摩擦的原因。大家都吓傻了，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内耗，根本不敢有一点点个人的想法。眼看着天主教会这个压抑人性的系统快撑不下去了，甚至连天主教会自己都觉得奥古斯丁的理论有毛病，搞出大学来试图打补丁，但都无济于事。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刻，但丁站了出来。他没有拿起刀剑去造反，而是写下了一部长篇诗歌《神曲》。他要在诗里把人与上帝的关系彻底推翻重写。以前大家都纠结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早期的神学家，比如奥利根，给出一个叫赎金理论的解释，听起来特别像黑帮电影。人类当年吃了禁果，就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撒旦了，成了撒旦的奴隶。上帝为了把我们赎回来，就用自己的儿子耶稣的命当赎金，跟撒旦做了个交易。因为耶稣是神，死不了，所以上帝不仅把人类赎回来了，还顺便白嫖了撒旦一把。结论就是，人类以前是撒旦的奴隶，现在被上帝买下来了，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奴隶。但丁一看这理论，简直荒谬绝伦。他在《神曲·天堂篇》第7篇里，借着女主角贝亚特丽奇的口，抛出了一个惊掉中世纪所有人下巴的全新理论。为了让大家听懂但丁的理论，江教授举了一个非常个人的比喻。假设我有个心爱的女儿叫伊芙，也就是 Eve 夏娃的谐音。我还有一只特别喜欢的宠物狗叫强尼。有一天，女儿因为年轻不懂事，嫉妒心发作，为了独占我的爱，竟然狠心把小狗强尼给弄死了。作为父亲，我该怎么办？如果我轻飘飘地说一句没事儿，女儿，我原谅你了，那他根本学不到教训，以后还会去杀人放火。但如果我拿鞭子狠狠抽他一顿，他又会觉得爸爸根本不爱他了。于是，作为一位充满大爱和智慧的父亲，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我自己，把自己打得浑身是血。当女儿看到这一幕时，她会痛哭流涕。她哭是因为她深深感到了懊悔，她哭更是因为她感受到了父亲对她那种毫无保留，宁愿自己受苦也要教她学好的伟大的爱。但丁告诉全欧洲，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真正原因。上帝不是在教什么赎金，更不是拿刀逼着你下跪的暴君。上帝牺牲自己，是他在用一种最极端的、充满爱意和智慧的方式来教育人类，让我们学会反思，学会成长。紧接着，但丁认出了他最具颠覆性的一张王牌：上帝赐予人类最伟大的礼物，不是让我们当奴隶，而是赐予了我们自由意志。因为上帝是完美的，所以他赋予了你自由。你可以选择去爱，也可以选择去恨；你可以选择高尚，也可以选择堕落。有人肯定会问，既然上帝爱我们，那世界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痛苦和灾难呢？难道上帝造的东西不完美吗？他说，大自然里的动物、植物确实是遵循宇宙物理法则的，生老病死那是宇宙规律，这些物质的东西确实会腐烂死去。但是我们人类跟猫猫狗狗不一样，我们拥有双重本性。我们的肉体是用尘土造的，受物理法则约束，确实会死，但我们的灵魂是上帝亲自一口气吹进去的。
灵魂的本质是什么？灵魂的本质就是上帝的火花，而上帝的本质就是爱。小伙伴们，在那样一个年代，但丁彻底反转了奥古斯丁压抑人性的紧箍咒。但丁大声疾呼：因为你心里有上帝的火花，所以你越是用力去爱别人，你心里的光就烧得越旺。人生在世的目的根本不是天天磕头求饶，而是通过全心全意的去爱另一个人，去激活你的想象力，去积累你的智慧。因为人类不像天使那样一开始就完美，我们需要在充满痛苦的尘世中犯错，在犯错中积累经验，在爱中增长智慧，最后让我们的灵魂达到永生。为了解释这个道理，江教授又抛出了一个无比接地气的好老师与差老师的比喻。一个不爱学生的老师，天天盯着什么？盯着学生的考试分数，盯着家长给不给送礼，盯着自己年底能拿多少奖金。只要钱给够，他才不管学生死活。但一个真正充满爱的顶级的老师，他每天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今天成长了吗？我帮助我的学生成长了吗？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在成长，他的智慧在增加，他的学生就一定能跟着成长。爱别人其实就是在提升自己，这就是但丁眼里上帝设计人类的底层逻辑，用爱去点燃智慧和想象力。有了但丁这套全新的人文主义操作系统啊，整个欧洲人的精神面貌瞬间焕然一新。大家不再像中世纪的基督徒那样天天愁眉苦脸地问我怎样才能救我的灵魂，大家开始像古希腊人那样问我怎么才能在当下的现实世界里大展宏图，我怎么才能把这辈子过得精彩，过得漂亮，怎么把世界变得更美。这套新系统一运行，首先被颠覆的就是艺术。大家想一想，中世纪的教堂是什么样的？高高的穹顶，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窗，阳光透过来，五光十色。你走进去，第一反应就是头晕目眩，然后心里升起一股极度的敬畏，膝盖一软就想下跪。这种艺术的目的只有一个，用宏大的神秘感闪瞎你的眼睛，逼你乖乖向神权低头臣服。里面没有故事，没有细节，不需要你思考，你只管当个文盲信徒就好。但文艺复兴的艺术完全变了，艺术从逼你下跪变成了拉你进群聊。咱们来看看文艺复兴最牛的全科天才达芬奇。达芬奇画了那幅举世闻名的《最后的晚餐》，画的是耶稣在被抓的前一晚，突然对12个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背叛了我。如果你看中世纪画的这个题材，所有人排排坐，脑袋上顶着个金光闪闪的神圣光环，死气沉沉。但达芬奇大笔一挥，把所有人头上的神圣光环全部摘掉。达芬奇在画里只保留了纯粹的人性，画里充满了极致的戏剧张力和焦虑。门徒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惊恐地摆手，交头接耳：是我吗？主啊，难道是我？达芬奇是个心理学大师，他坚信手是灵魂的窗户。你仔细看画里每个人的手势，全都是他们内心焦虑的真实反应。比如那个真正的叛徒犹大，他被画得皮肤暗沉，转头避开光明，手里紧紧攥着装有出卖耶稣的钱袋。最绝的是他的脖子所有的肌肉紧绷着，紧张的连气都喘不过来。而画面中心的耶稣呢，他没有愤怒，没有发火，他极其平静。这正是但丁的思想在艺术上的体现。耶稣早已完全宽恕了犹大，上帝只有爱，没有恨。再来说说那幅让全世界在卢浮宫排队参观的蒙娜丽莎。蒙娜丽莎为什么神奇？因为达芬奇在里面藏了一个光学把戏。当你死死盯着他的脸时，他其实没什么表情，但当你把视线转开，用余光看着他的时候，他竟然在冲你神秘的微笑。艺术不是死的，艺术是活的，但是必须有你这个观察者的参与，必须有你的想象力去互动，这些艺术品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你不再是那个在教堂里被迫下跪的蝼蚁，你是这幅伟大作品的联合创作者。
我们再来看看拉斐尔画在梵蒂冈教堂公寓里的神作《雅典学院》。这幅画简直是人类思想史的全家福。画面正中间，古希腊2位大神正在激烈辩论。柏拉图穿着代表精神的红白长袍，一手指天说：“老铁，天上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而亚里士多德穿着代表泥土和水的蓝棕长袍，手掌向下平伸，反驳道：“不对，脚下这片现实大地才是我们要研究的。”这不仅是一场精神与物质的辩论，更是文艺复兴包容精神的极致体现，把神学和科学、信仰和理智平等地摆在了一起。拉斐尔竟然把自己的自画像也画了进去。他作为一个凡人画家，居然大摇大摆地跟历史上最伟大的先哲们站在同一个画面里。要知道，中世纪的教条是自我否定，你连个署名都不敢留。但拉斐尔在昂首挺胸地向世界宣告：“我也是个人物，我为我的人类身份感到自豪。”这个无比自信的操作，正是直接抄了但丁的作业。因为但丁在《神曲》里就是把自己写成了男1号，让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给他当向导，一路穿越地狱、炼狱和天堂。小伙伴们，高潮来了！刚才我们说但丁改变了神学，改变了艺术，但他最不可思议的成就是他巧妙地揭示了宇宙的最高机密，而且他还极其嚣张地把它画在了天主教最核心、最神圣的地方。但丁通过神曲告诉世人，爱是宇宙中将一切连接在一起的力量，而想象力、心智才是赋予这个世界生命和活力的驱动力。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虚，那咱们来看看米开朗基罗是怎么把它具象化的。大家都知道，梵蒂冈有个西斯廷大教堂，那是天主教最神圣的地方，连新教皇都是在这个教堂里投票选出来的。当年教皇请米开朗基罗在这个教堂的穹顶上画画，米开朗基罗就画了那幅著名的《创造亚当》。这幅画你绝对见过。左边是赤裸的亚当，慵懒地伸出手指；右边是白胡子上帝，在天使的簇拥下，霸气地伸出手指，两根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一起。传统神学怎么解释？这当然是上帝在给亚当吹入生命的仙气啊！我们人类是平等于上帝的造物。但是当你仔细观察上帝背后的那个背景图，那个由红色披风和天使组成的轮廓，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个形状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红布，它有着极其精确的解剖学结构，那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剖面图。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脑干和大脑皮层的轮廓。这意味着什么？米开朗基罗在天主教的最核心圣地画下了一个彻底颠覆神权的终极密码。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上帝诞生于人类的大脑之中。上帝是人类伟大想象力的产物。真正赋予这个宇宙生命的，不是云端的神，而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心智、理性和伟大的想象力。这是一个彻底颠覆了人类思想史的激进革命。当然了，关于上帝这一说，外星派也有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上帝啊、神啊，其实是更高维度的外星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高科技啊，而把他们奉为神，那就需要另外一期视频再来阐述。我们再回头看看但丁啊，为了让这颗人文主义的种子能种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心里，但丁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在当时，只要是稍微有点文化的知识分子，写书一律必须用拉丁文，那是贵族和神父装高贵的专属密码。但但丁偏不，他故意放弃了拉丁文，用当时意大利乡下老百姓平时说话用的托斯卡纳方言，写下了煌煌巨著《神曲》。因为他用方言写作，这就保证了街头的铁匠、卖菜的妇女、普通的士兵全都能听懂这首诗，全部都能接触到这种充满爱与自由的新思想。同时，这一举动也直接让托斯卡纳语成了今天官方的意大利语的祖先。
在古希腊，有荷马写下了史诗，点燃了古典文明的火把；而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是但丁这位现代文明的国父，用一首伟大的长诗作为木马病毒，悄无声息地植入了庞大僵硬的神权帝国。他没有发动一场流血的战争，没有组建一支拿着长矛的军队，他只是用爱的温柔力量，用优美的诗歌，深刻地影响了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一代又一代的天才。这群文艺复兴的巨匠们用画笔、用雕塑，把这份歌颂人类个体价值、鼓励好奇心与探索的价值观，深深刻进了欧洲的 DNA 里，并最终塑造了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这就是那场伟大而浪漫的无声革命。如果今天这期视频让你对文艺复兴有了焕然一新的认识，请务必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并把节目分享给你身边那些热爱思考、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们。历史从来不是一堆纸，它是那些伟大灵魂为我们留下的灵性指南。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Jenny， 下一期我会继续深挖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我们不见不散。